잠시만 기다려 주십시오. Got me upside down, spinning around you. Wanna taste the clouds, dance with the moon. Take a trip around your body. Boy, I love the way you got me. Starry-eyed, got me starry-eyed. 第一次到0度以下的地方，从机上望下去，结冰的水面让我像是乡巴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一直到落地前都很好奇地看着窗外。韩国室内真的都很暖，在机场内感受不到。一抵达饭店去明洞吃午餐时，走在路上真的要冷死了。午餐表弟找了王菲家吃，在明洞同一条路上有2间分店，一间中午用餐时段只开到2点，店员人很好，带我们去另一间。资讯栏我会放中午不休息的。整体来说，肉质我觉得很棒，但亲戚们是觉得这件还好。如果考虑 CP 值的话，个人口味是很喜欢的。王菲家有专人代烤服务，很不错。帮我们烤肉的店员看到我要拍，还拿打光灯帮我打光，等我捕捉画面。刚到韩国第一天，真的不适应这里的冷，心里不明白怎么很多人说台湾更冷，我在这边要冷死了。因为还没适应这边的冷，我被冷到完全不想把手伸出来吃，只看亲戚们吃这个汤饼。吃完午餐回饭店 check in， 我们饭店订这间，连结我会放资讯栏。这间位置非常方便，饭店附近就有机场接驳巴士。唯一小缺点是没有免费寄放行李的服务，以及提早入住要多付钱。这间地点很好，一定要提早订，不然忘记可能很难订哦。check in 完后去逛南大门，这单红豆饼超好吃的，甚至我们过几天我大嫂还心心念念想吃，后面几天有再来买。地点我会放资讯栏，有来逛南大门可以来买这摊的红豆饼吃吃看哦。我们晚餐在巷弄找了一间生鸡汤吃，冷是冷的天气，吃上一碗暖乎乎的生鸡汤，瞬间得到温暖。吃完就去逛明洞了。说逛明洞这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有更多街边美食的西门町。你好，谢谢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这天原本要去乐天世界，再去星空博物馆，最后去可乐市场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先去南大门市场看杯子，我没有要买，在等亲戚的过程中很无聊，就去周围绕一绕，看到一个阿公手做的漂亮物品。
离开前，棉被店家的姨母看我小侄女太可爱，先给她一罐饮料。后来我们要离开前，又拿出更多不同口味的饮料送我们。买完被子，在南大门找了一间韩式料理吃中餐。这间小菜的泡菜超好吃的。我们抵达乐天世界已经蛮晚的，加上外面真的太冷，大部分室内设施都排队排到死。我们只玩了几样室内设施，户外设施只玩了一个给小朋友玩的，因为不用排队就加减坐超慢速小火车。前买了一只企鹅，可以分开。原本想说可能会分开标价，结果企鹅跟冰屋是一体的，就买了一个当纪念。晚餐我们到可乐市场解决。我对海鲜无感，没特别热爱，也不会挑，就跟在亲戚后面看他们挑螃蟹。最后逛到一间老板主动拿了螃蟹给我们看，就决定在这边买。老板还拿着螃蟹示意要我们拿着拍照。 이게 3kg에서 2kg 500 정도 나오는 거고. 他说这个3公斤，然后他说那个4公斤。那个4公斤，不知道哎，听不懂。我知道这个3公斤，这个听不懂。3 kg。哇哦。 여기 큰 놈. 坑的小。哇。这个是比较大只的。哦，这里4公斤多呀。这个比较贵，刚刚讲完忘记多少了。然后你们哪种的？这个12万。你们哪咸的那个？네, 57만 원. 56。小心哦，不要太近哦。那叫你拿。 转过来。螃蟹挑完可以去楼上用餐。帮我们送餐的阿姨会一点中文，跟我们推荐什么好吃一定要点。她本来推荐的品项都建议我们要点2份，我们怕吃不完，第一次都只点1个。虾饼是真的很好吃，我们有再点1轮。 烘蛋我是觉得还好，但我们最后还是有再点1份。刚有说我对海鲜真的还好，主要是觉得很麻烦，鱼、虾、蟹都不爱。这餐是人生第一次吃帝王蟹，感想是真的好吃，吃起来很满足。最后的一道蟹膏拌饭更是让人大大惊艳。这天出行是包车，包车资讯我放资讯栏，大家可以自己 FB 去找 LINE 加来问。 我们当天司机是阿军，机场接送那天是别的司机，司机都会中文，所以不用担心沟通麻烦。我们先去南怡岛，当天零下14度，手指落在外面一下就快要冷死，这种冷是冷到会痛的那种冷。岛不大，会先搭渡轮去到岛上。我们的司机阿军很会拍照，因为大家要轮流拍，短短的时间只能捕捉到几张照片。 竟然能拍到好几张我觉得很好看的照片，真的要大大推荐包车可以找阿军哦。岛上有好几个火堆，可以去买棉花糖来烤，或者在火堆烤一下取暖。当天是冷到脚趾头都觉得要冻僵的冷。
这边还有一个橡皮滑坡可以玩。美女，人家排队呢。你也先别赶，在这里水平搞笑啊。OK。Q。好啊。第二次是那个加斯坦，对吧？跟着上了。中餐吃的辣炒鸡超好吃，大人敢吃辣可以点有辣的吃。我们2锅有辣，1锅没辣的给小朋友吃。吃饱喝足去海棠鸟园，这是临时决定的，因为原本要去江村铁道骑单车，但真的是冷死了，无法在户外太久，所以临时改去这边走走。最后去了小法国村，这边算是退烧了的景点，所以当天没有其他游客。饭店柜台有没有推荐的烧烤吃到饱？因为我个人想吃猪肉，柜台推了几间给我们最后吃这间。这间很棒，是因为它开到凌晨2点。我们那天先去乐天超市买东西，才吃晚餐，所以到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。如果大家很晚不知道吃什么，这间可以存起来备用哦。另外这间大家也可以截图起来。我们隔天逛明洞，逛完11点多，临时要找能外带的店，找了2间都无法外带，发现这间能外带的店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外带宵夜回饭店吃。这天没特别排行程，是个滑雪日，我们没请教练，包车司机阿俊会滑，所以就请他教我们。雪具那些就一起算在当天包车费用。先去雪具店租借衣服，我在更衣室还捡到手机，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多检查自己随身贵重物品。租好就去雪场，可能我们大人小时候都有溜过直排轮，滑双板很快就上手，侄子侄女因为不害怕也学得很快。用力放这个坡，对不对？那它是斜的，不是这样直走啊？斜的，直走跟按下去的有可能按不下去，斜的按下去。初学者坡滑2趟，就直接去缆车的新手坡。我觉得真的是会想什么来什么，搭缆车前就很怕下车时跌倒。第一趟缆车因为雪板踩住了栅栏，一开始没发现，想说栅栏怎么都打不开，
以打死紧急掀开，跟亲戚们别个狗吃屎。第二趟我侄子不敢跟我坐同一台，我跟我舅妈一起，我们又在离开座位下来时马上跌倒。前几趟阿珍有帮大家一人录一小段，我刚好被捕捉到刹不住的画面，当下真的是脑袋空掉，忘记阿俊教的刹不住要往侧边倒，结果撞到我自己，我脑袋还在宕机的坐在地上时，又马上被一个台湾女生撞到。她跟我说对不起，但我当下痛到无法说没关系，因为她的速度还蛮快，我就只能哀怨的坐在地上看着她。第一次刹车失败撞到我侄子，后面我就知道诀窍，刹不住就先赶快往侧边倒。第三趟缆车下车时，算是抓到诀窍，就没再跌了，后面都很顺利的能离开缆车。开始抓到诀窍后，就开始在学到6S 型，只是因为还不太会刹车，所以在快到结尾的地方就会提早放慢速度。这天晚餐，我们问了阿俊饭店附近有没有推荐的炸酱面，他跟我们说这条路可以找找。我们先走一小段，看了几件考虑，我赶紧在 Never Map 查评价，新华村评价很高，在清迈旅游的经验，韩国人爱吃的店我都没有踩雷过，就决定吃这间。这间位在2楼，感觉没有硬性规定每个大人都要点一份，觉得用餐友善，不然好几餐我们几乎都是每个大人点一份。这餐我们点的这些都超好吃，没有任何一道我觉得普普的。如果你们也住明洞同一间饭店，推荐来吃这间哦。出发去望远市场，最方便的就是坐公车了。到望远市场，我们先逛一下，就去吃面。这间是之前在金针菇的影片有看到介绍。我点炸酱面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但我哥哥觉得前一晚吃的杏花村更好吃。我觉得两间都很好吃，韩国的口味不会像在台湾吃到的都很甜，台湾的韩式炸酱面都很甜。原本以为我来韩国吃过道地的会一样不爱，但这2天吃下来我很喜欢。这边有摊韩式炸鸡，到手的炸鸡都冷掉，我不爱吃冷掉的食物，冷掉就算了又好硬，所以吃到一半整个很想丢掉，个人口味是吃不习惯。原本想说自己踩雷了，后来问我哥买的另一摊，他说也是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韩国市场买的这种炸鸡本来就是冷的，或者可能冬天冷得很快。望远市场逛完，我们接着去弘大的弘毅药局。弘毅药局逛完去 Olivia 逛，当天刚好有小活动，完成任务可以拿到一个任意品牌的小样跟折价券。This one is cleansing bar. Thank you. 最后一天去机场前，先来逛广藏市场。
我们虽然很早到，所以早上没什么人，逛起来很舒服。中餐吃了生牛肉跟生章鱼，生牛肉原本就有调味，带有淡淡的韩式麻油香，还有很淡的咸味，所以没有想象中觉得会有的生肉味，单吃就很好吃。建议可以先吃看看原味，再沾酱吃。所谓的酱是麻油加盐，超好吃的。生章鱼吃起来很神奇，本来觉得很恐怖，挑了一个很小的吃，让吸盘在舌头上吸住，感受那神奇的感觉。咬几下章鱼就不会再吸住了，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。对了，这边用餐可以先来取号，超过5个人去找工作人员说你人数超过，可以先登记4人，拿到号码再跟他说你几号，但实际几个人。逛完后，我们去广藏市场2楼的星巴克坐坐。推荐这个可爱的韩服小熊。